现在准备去洞庭湖，我家这边离洞庭湖大概有10公里，开车也就11分钟，其实还是挺近的。这是在我们彩山湖旁边，这边修了好多民宿，看这个民宿，哦，蛮好看的嘞。看这个房子蛮好看的，有点像就是鸟巢一样的，像鸟巢。这个房子好像在网上查了一下，现在价格也就100-200。是我们这旁边的一个彩山湖，其实它也是洞庭湖的一支，对。其实也是洞庭湖的一支，这边就是那个，这是这些房子，哇，这个房子修得好，还是挺好看的。对，现在去看一下这观鸟台，这个应该也修了有几年了。太别了，这是观鸟台的一个小亭子，然后在这边可以看鸟，然后很多人在这边，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鸟哎，鸟特别多，你看那边很多鸟，哦，有好多鸟，那这边，现在因为这边植被比较茂盛，然后很多鸟就会躲在这个树影里面，所以说你可能看不到，但实际上的话，其实这里面鸟很多的，特别是在那个远处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鸟，对。然后真正其实最好的观鸟季节应该是冬季，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重要的那个候鸟的一个聚集地。一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就从北方那边来就会来很多那种候鸟，特别是那个大雁呐、野鸭呀，特别多。对，这个现在是最少，这个现在还不多。你没看到那个冬季的时候，哇，那到处都是鸟，而且不止在这个湖泊的周围，它也会延伸到我们那地方。就是我们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我们家的那个水田的时候，就会一走进去就会很多大雁飞起来，然后那些鸟我们又不能打，因为它们都是保护动物。然后一直走到那边去，前面那个堤那边就是洞庭湖，对，那个堤那边就是洞庭湖。啊，这边有人在养鹅，你看，哦，那个鹅。其实那个大雁就长得像那个鹅，它其实就是鹅的野生，大雁其实就是家鹅的野生种，长得很像。是住在这个湖泊旁边的那些农户人家。这前面这个房子在我们这边是很普遍，就是那种平房 bungalow， 对。然后再往前面去，那个有个4层楼的那个是一个民宿，然后这个民宿还蛮贵的，这个民宿大概好一晚大概300多。对，我看了一下那个民宿，然后因为它好像是有景致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反正会贵一些。这边有一个步道，准备走这个步道。然后我们沿着这个路走。对，这几天，从长沙回来之后，我回来这边应该待了应该有4-5天了吧。然后今天去了我外公家，今天是我外公86岁生日，对。然后我想着，如果说，明年的话，如果说去留学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去看我外公了。但是我外公的话，
虽然说小时候对我蛮严厉的，但是呢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我最大的恩人。对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是没有机会读大学的。虽然说现在来说，学历的话对整个人来说其实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至少读个大学让我接触了很多事情，让我有了我自己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对，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的外公。对，这个湖面其实蛮平静的，这个湖其实还蛮适合这个划船的，划什么皮划艇啊，还有 SUP， 因为它没什么浪。其实反而那个洞庭湖那边不好划，因为洞庭湖的话，它很多时候它都是干涸的。它只有涨水的时候，它的水就会显得比较宽广一点，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它就是没有水，然后就像一个草原一样的。对，然后刚才走这边来了，然后那边有个亭子。等会儿的话，如果说到了看快日了，去那个亭子看日落应该是比较好的。对。然后现在准备走上来。这边有一个博物馆，这个应该是洞庭湖那个博物馆相关的。对，这边种了好多荷花，对，好多荷花。现在荷花季已经过了，现在已经应该马上会有莲子了。对，采珊瑚。这个堤上的车还蛮多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省道还是县道，然后从隔壁啊，什么华容县呐、南县呐，很多车啊，我们会走这里。前面一个护栏，这护栏也是用来关，也是用来关联的。哇，今天的湖水哇，这条路。哇，这个今天洞庭湖涨水了，以前这边没那么多水，以前的话到前面那个白线那地方都是干的，可能因为就是现在是夏季吧，然后经常下雨，然后导致这边的雨水会比较多，然后这边的水都已经涨这来了。以往的话真的没有这么多水，两个亭子这第一楼都已经淹没了。像冬天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去那个亭子那边。对，这就是洞庭湖。前面那边有个柳林，对，有个柳林，这个也是，哇。这个就是洞庭湖。哇！你看，这边有好多鸟，刚才有好多鸟。看得到。先沿着这个湖边这个小道走吧。今天这边没什么人，因为我们住的这边的人肯定不会随便来这边玩。对。然后外面的游客也很少会亲自跑这边来，除非说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鸟很多的时候。现在这个季节过来玩的人特别少。对，然后的话还好，今天其实还好，今天还不热。对，我们等会儿走到那个前面那个柳林那边打转吧。最近的话，我这边的学签现在暂无进展。上次的话，那个指纹已经递交，但是一直没有贴前通知。他们说一般的话最早至少要1周，很多时候大概是4周左右。所以说我这边现在会有一个空档期，然后的话我的那个越南的那个电子签证已经下来了。怎么说呢？还是需要找中介，还是拿钱办事比较靠谱一点。如果说你傻傻的一直在这里等，拒签然后重新提交，那估计到后面买去。对，
然后那个找中介的话，这费用也不贵，反正淘宝上100块钱，有的80块钱都能搞定。对，然后的话，我是准备大概下周的左右先去到长沙，把车放我朋友那里，然后大概下周左右可能会去越南那边待一段时间。如果说有提前通知，我就回来。刚好我的签证是多次往返的，所以说我完全不用担心。对，反正3个月内有效。对，但是看会不会去泰国吧。我觉得目前泰国的消费真的不便宜，所以说我可能不会去吧。对，咦，哇，前面看见一个鸟，哇，应该有点像是大雁，然后怎么，但是又有点像鹅。我们走过去看一看，它怎么在走？它怎么没会飞啊？然后那个大雁走路的姿势，感觉有点不太正常，是不是脚受伤了还是怎么？看一下，哇，这上面好多鸟，哦，看，哇，这种鸟的话，应该在我们这里也是比较常见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鸟，反正这种不是候鸟。候鸟的话就，你们看到最多的话就是大雁跟那种比较大的野鸭子比较多，有时也会有天鹅。对，啊，我看到2只鸟，好大啊，看不到，2只好大的鸟，像鸭子一样。看不到，这里看不到，我们这里看不到。这个 GoPro 拍不到，但是我肉眼是能看得到的。嘿，这里哦，是大雁，那个是大雁。可以看一下，那大雁，就这里，这2只大雁，它们跑了耶。这2只大雁，它们好害羞啊！刚才我来的时候，它们就跑了耶。刚才它们在路上走，然后它们就下水了。就这2只大雁，哇，它们游好远呢！真的，这里好凉快。今天，哇，这个地方风真的很大，真的非常大的风。来这边散步还蛮不错的，就是离我们家有点距离，要开车过来。但是其实还好，这个季节的话还没有到入夏酷暑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，来这里散步。但是一到酷暑的话，这里就不适合散步了，因为整个湖面两边都是湖水，然后太阳反射，其实算比较热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哦，这鸟，你们看一下，两边都是湖。看，左边是洞庭湖，广阔的洞庭湖，右边是我们镇上的采桑湖。看到我脸色了没有？这就是这个日落的黄昏时段，然后映着我脸上红红的。当然，我本身也有点黑。来洞庭湖边上散步的话，还是需要安全，因为这条路的话，这个车辆特别多。如果带小孩的话，真的一定要注意，这个车辆非常多，对，然后车速都开得比较快。现在的话，太阳已经看到没有？被乌云给遮住了，我估计今天有可能看不到日落。对，现在是星期天，现在是星期天，然后现在有很多车往回走，往岳阳方向走。因为可能很多人周末的时候会选择回老家，是吧？在老家，因为老家的话，有菜地啊，有鱼啊，对，其实还挺不错的。从岳阳这边开车过来也就1个小时，对，挺好的。对，真的，如果说是在岳阳这边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，在国企啊，或者在事业单位啊，公务员啊。
其实还蛮不错的。但是如果是私人企业的话，就比较难，因为私人企业上班的话，工资还是比较低的。然后像湖南这边的私人企业的话，整体来讲，营商环境不是特别好。对，就是加班啊什么之类的比较多，然后很多公司可能开着就倒闭了，真的很普遍。自从我上次工作被裁了之后，我后面找工作，就算我把我的薪资降一半，我都找不到合适的。另外的话，他们的要求也高，就是他给的薪水也少，但是要求做的事更多，对，你要承担的事更多。所以说，那何必呢？那我还不如在家里躺平，是吧？看我背后的日落，现在还不是特别明显，然后被屋檐给挡住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再看，这边就是洞庭湖，然后对岸那边有个山看得到，那边就是岳阳。对，现在天气好，对，人家都很高，能看得到的太阳。现在我准备去过这条马路了，你看这个车有多少？你们看一下，这边车是吧？车特别多，然后车速也比较快。好，经过了。现在去这个亭子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也要注意做好防蚊，因为这边是农区啊，然后蚊子特别多，然后在水边的话，那个猛子特别多。像我们家的话，哇，那就算有纱窗门，然后家里地上会掉很多那种猛子屑，然后每天过几天就要扫一下，好烦的。对，现在我们跟着我一起去采桑湖这边看日落吧。今天可能运气不好，你看前面那个云层被挡住了，估计看不到日落了。我现在站在亭子上面呢，你看一下这里好多水草，这个就是采桑湖。对，前面那个山就是墨山，对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山，然后到前面那个打籽了。然后前面有2个烟囱，这边是个电厂，之前视频里面讲过。然后这个山上有很多很多风车，山过去就是湖北，然后烟囱过去一点点就是长江。这是这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地理面貌。